大家好，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我刚才在等直播的时候，发现一件事，这旁边还多一个按钮，这是不是以前就有啊？哦，这里还有什么问答内容？这个问些什么呢？这个我不晓得，这个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哦，发现它有一个新的问题哦，还有问与答哦，这边有个问与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玩哦？先结束了哦，我不知道啊，你们到底要干嘛？先把它结束，只来用来试看看的。好，那这个礼拜老师先说哈，那我们的这个秋季补运法会已经开始报名了啊，在我们这个都有派报名，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就提醒你一下了哦。那这个一年呢，我们只会有2次的补运期间，那补运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要点灯了。点灯的话呢，点灯的话大概是12月吧，好吧，12月，因为我们11月就要专心给各位去用一个新的批流年的。那批流年这一次在下个月中左右所以开始接批流年的案子。这次批流年案子老师现在日以继夜的真的，我现在真的是日以继夜。再去准备这个 P6年的前置作业。P6年这个东西是这样的，P6年就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一个不同的地方。那老师尽量呢，在老师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要写一些小程式来告诉我是说有些什么东西要特别跟你们讲的。所以说我就必须要写出这个反应程式来提醒我是说你现在有这个问题，那过去肯定有什么问题，那未来你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些东西老师就必须一直去思考，然后怎么样让自己呢在写留言的时候不会忘记。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各位批留言的时候，就需要老师能够把你做越仔细我觉得这才是我为大家批留言的服务最佳的想法。所以说呢，我一直不断写一些程式，然后一直算出来，就觉得我个人批我自己，我都觉得好像哪里有些不够，那么我要再写一个小程式，然后去跑。写程式这个东西就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写它不一定会动。写了不会动，或者写了会跑掉，或者写出来的排出来的东西乱七八糟就跟我提醒我东西乱七八糟，明明应该提醒我 A， 然后他跟我讲 Z， 不是 B 的，是 Z 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老师日以继夜的一直在维护这个东西，就是让把这些东西算出来。老师在批流年的时候我会看得更仔细，可以跟各位讲你最需要注意的什么东西，尤其是流月。流月这个东西老师希望说在每一个月各位拿出来看的时候都可以掌握之后，我这个月、下个月跟下一个月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应试。这个是我希望提供给各位的。那这个其实是说，像过去我们会有这个时运曲线表这个今年可能就取消了因为它的使用帮助有没有够大，我还在斟酌。让我想一下好吗？但最重要的是，我把流月我希望写得更仔细一点，让你知道说你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流月里面会有财运嘛、健康运、事业运、感情运，这个东西我尽量把你写得好一点。那算命它是一个细活，我们考量的东西绝对不是只有4柱，我们要考量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那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一直在台面上跟你讲，只能把老师学过的一些秘法，我都把它写在小程式，让我提醒我是说我有什么东西还没帮你们看到呢，这是我最重要的帮大家准备的事情。当然我们最近也会开始比较积极的更新视频因为大框架我的那个协助程式已经写好了，现在写小程式的部分。那所以说我会尽量的是说把过去半年应该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亏待各位的真的是亏待各位，就是更新的视频就感觉很拖沓这个东西老师会更改一下。那另外一个东西，我希望跟大家去沟通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我们的那个流年今年老师换了一个写的方式就是用比较通俗的方法去叙述这个问题，跟过去我们特别的比较该怎么讲呢？用的东西会比较硬一点的东西老师今年用的是比较软。如果你已经看过了鼠牛虎兔那鼠牛虎兔龙是下礼拜嘛？那你鼠牛虎兔你已经看过的朋友跟老师讲一下可以跟老师回馈一下，或在等一下结束之后你在留言板回馈老师，就是说你觉得这样的形态好不好因为求进步嘛，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用照以前的方法来去做我觉得就是说对不起各位好像我没成长。那所以说我希望能够用更好的叙述方法，让各位可以比较能够去接受或者了解，或者听起来比较顺耳等等之类的。当然你听老师6年以上就觉得都不一样，感觉怪怪的，但是呢我们就一起进步嘛，好吧我们一起进步好吗？好，大家晚上好那我们直接开始我们这个礼拜其实很多大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是延伸性的。你说它是怎么样是让我们立刻有反应的？不是，因为我们直播大家问的主要是跟各位讲趋势你要懂了，那这个事情就很重要了。当然，首先我是台湾人嘛，所以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先了解一下台风这件事情已经结束很久了。说真的，那已经结束很久了这个花莲那个马太安溪这件事情它从7月的台风开始就累积了蓄水量到9100万吨。那这个事情其实政府一直没去做花莲政府去反映，但是中央政府没去做，这个也是事实。那当然谁也天有不测风云我们也只能说这句话。
天有不测风云啊，你谁知道说话家杀来的是如此大跟如此猛呢？所以说没有所谓早知道，但是有预警了，你没去做，毕竟不理想说真的不理想，谁知道会不会有这件事情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已经造成这个灾难了。但是我们看到有10万的勇士啊，我们的同胞啊，真的是远赴了几百里之外啊，没有千里啊，台湾就这么小，没有千里。远离家乡啊，前往到我们的花莲来去救灾有我们10万的民夫的力量。其实啊，老师个人是认为啊，这个10万的同胞过去啊，真的是很辛劳，也真的是爱家园，然后爱我们土地的一个勇士啊，真的是这样。但是实际上真的能做出什么事情吗？我们有看过很多的一些影片啊，甚至连内地的抖音都看得到。其实做这些事情啊，基本上用意是不大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统帅去告诉你该怎么去做。每个人拿了铲子10万根，你可能好了做铲子的商家之外，你真的能够把它做出什么事情来？各位可以去看那些影片啊。其实大家没有一个统一号令你整个漆来的东西就是往下挖、往上、往下、往上、往下、往上，但是后来土要到哪里去呢？这个其实指挥调度是有问题的，对吧？中央跟地方啊各自的指挥所隔离的几百米而已，300米而已。然后呢，你却没有办法做好有效的统帅。到第10天，我们来看到比较多的一个官兵啊，我们才去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灾区。说这很多事情啊，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是说拿其他地方来去比，因为包含了就是它的一个山地的问题，还有大型机器进不去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去比对一下其实就像四川吧，四川那个汶川大地震吧。人家的官兵是直接跳伞进去的，就他立刻的官兵的官方的力量直接进入到灾区去处理。直接进入灾区是什么好处呢？当然我们要这是平心而论你不要跟我扯意识形态，不要说那里好我就去，我去的地方你还没去过呢。这很简单，意思是说，你官兵进去了，你是不是建立起指挥体系了？你是不是有个前进指挥所了？你有了指挥所之后，你所有的动作，你所有的一些行为，你都受到指挥。所以你从哪里开始清，然后哪里开始把它搬移出去所有土方你要该怎么去把它去归类，或者怎么样去处理？它其实部队它会有指挥的一个体系在。对不对？他们层层的管辖，层层的警备，加上你部队进去了，你第一个维持治安。当然，我们台湾人比较没这些问题，因为这个灾害毕竟是一个村落级的一个灾害。那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是说，就官兵第一时间进去，没办法建立第一这个前进指挥所，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有效的统帅。我们就看到我们百姓啊，很热情的，而且也非常劳力的，帮我们把这些土把它挖出来。但是挖到哪里去呢？说真的，能清出来的地方就只有店家，但是你把土清出来，清哪里去了？清在路中间，然后呢，能慢慢把它搬走。那结果是什么？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浪费我们的民力因为我们的爱心过去了，但是民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其实真的是很可惜我真的是很敬佩这些前去帮忙的这些百姓的这些同胞，我真的很敬佩他们，因为你要在这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惜家带眷的拿一个铲子，然后过去那边给他帮忙。我觉得这个心是非常高洁跟伟大的，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做出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值得争议的。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那个中国在过去那个大跃进时代，对不对？我现在的直播的影片没办法回放在中国地区可以看，那是因为我都被封禁了，因为我讲的这些话他们不接受，就不好意思那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你这个跟大跃进是一样的，土法炼钢是一样的，是不是？你所有东西全部拉进去，然后就好像有人动，它就可以成功，是不是？你的心有多大胆，然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样，不是10万民力进去的东西，就应该是你每一天都可以推进好几公里。对，10万人呢，你知道10万人多少吗？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说很可惜，我们台湾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组织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好像到时候我要被查什么事情了，我被查不要这样讲了就是我们的积极度还需要有待加强的，好吧？我们积极度有待加强，就是真的是很可惜我们的一个百姓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那个民力真的是有点可惜，好吗？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很遗憾，我们的百姓这么辛苦就惜家带眷，甚至抛家弃子的跑过去把这个东西做好，有些人放弃了中秋连假，就过去帮我们花莲的同胞去挖这些水泥，挖这些淤泥或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真的，你派1万个人的部队过去，基本上会比10万的百姓有用。因为1万不是说他们比较强壮，而是有系统性的救灾，有系统性的清淤，有系统性的载运。那这个东西军队做的一定会比百姓好，但是我们花了10倍力量，那也没有别人1万人做的好，这个真的是有点遗憾因为我也为我们的花莲的百姓感到这个遗憾，就是大家很有心，但是真的没办法让他们早日恢复家园的运作正常真的是很可惜，好吗？好，第二件事情这个稍微提一下就好了。第二个事情我们要理解的是，就是说什么呢？日本在这次的选举里面这个自民党选举里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是说他这个自民党的总裁是由高市早苗
高市早苗当选了自民党总裁。那当然我们要去理解一件事情，他能不能当首相，这概率的确是比较高啦，因为这个自民党啊，这执政党自民党现在国会的2院的席位啊没有过半。但是呢，也是因为是说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跟日本维新会、日本的民主党还有一些他们的主张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说啊，他们只能是说找出来一个他们都不想去接受，但是呢，都给对方找到不舒服的人来去当这个首相。其实这次高市早苗还有一个特色，这个第一点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在野党他们的心各怀鬼胎状况之下，高市早苗得到这个在自民党的总裁之后，要问鼎首相的概率，成功概率是比较高的。那既然讲到他，我们当然是要把他的一个命盘拿出来讲啊，因为毕竟我们老师主要还是算命的嘛，对不对？好，我们把这边来看了，就别看我脸，看他就可以了哈。这高市早苗啊，他出生1961年3月7日啊，这应该是没错吧？啊，日本的朋友，你们帮我看一下高市早苗他的出生日期有没有对哦？这个各位看一下哈，高市早苗，我这边也稍微查一下，复查一下，好，应该是没有错。1961年3月7日嘛，现在67岁啊，对不对？那我就看1961年的3月7日，没错哈。为什么其实呢？因为我不知道他出生的时间。那么以这个人的格局来看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哦，你这个人来看啊，他其实这样的人啊，哦，他是做不好事情的。我说白了吧，啊，这个人他是做不好事情的，他完完全全就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起来的人。这是他对于政治上的理念，他只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你说他要能够做出什么样有效性的施政措施，这个办不到，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从他的这个年柱、月柱、日柱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他的年柱里面下面带的神煞叫做飞刃、上门跟隔角。那这3个就已经彰显出来，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不是以长远的目的为主，他是以击倒现在的敌人为主的一个思维啊，不是每个人在这个状况有这个神上都是这样的想法哈，只是他这个格局的形塑出来啊，他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他在这个辛丑日年柱的状况之下，又配上辛卯的月柱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件事情是什么。他没有这个施政的理念，他有施政的目标，目标是什么？斗争。我要把我的我的一个斗争的战场不断去找，谁抢我斗谁。这样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要是谁抢我斗谁，然后呢，他应该跟川普差不了多少，是怎么样？我喜欢突发奇想的事情，我觉得什么不好，我就应该是怎么样，兵冠神速，赶快去做。一做下去呢，我不管什么后果，就是因为我想做。这是高市早苗这个人的一个特点。这实际上我对他这个人不是很了解啊，我们只是以命盘来去看。这个人呢，我不是了解，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百姓家庭出来的人啊。他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那我们从命盘里面去看。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高市早苗他这样的经营状况之下，会把日本呢陷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他能不能上首相啊？其实我个人评估还是需要再争议一下，只是概率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有争议啊。还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她是个女性，日本人你要把大位交给女性这个事情啊，她能不能接受哦？这个天皇能不能接受，或是他们的政坛里面的这些大名能不能接受啊？这个是一个问号的。女帝啊，就是女人的皇帝啊，女帝这个东西啊，基本上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那你会说，那韩国都有那个朴槿惠，他都可以当总统了。那这个韩国也是大男子主义嘛？那你要看朴槿惠的下场是什么？我们要看朴槿惠的下场是什么？是不是？而且加上呢，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啊，本身不算是民选的啊，它是一个间接选举的，就是你执政党多的人啊，去推举里面啊这些所有议员里面的人啊，党魁里面去选择他当首相。那这个是推举制，这属于说它是间接民主的状况，也是属于贵族政治的一个模式。那个韩国不一样，韩国是直接民选制说它的本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说你能不能让一个女人这个老师个人没有男女歧视因为我全家都是女的，连猫都是母的，所以说我不做男女歧视所以我就说他这样的人的状况之下，你要让他当一个首相，那前提就是这些天皇有没有意见这个其实天皇虽然是一个名誉的形象但是毕竟现在的太子也是一个积极在政治圈里面隐性的积极里面去做的事情还是有。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他的大名，就是他们的贵族这些男丁比如说德川家的后裔等等之类的，能不能去接受他高市早苗来当首相，那这个就是日本需要克服的一个事情。但是目前来看，他胜利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他毕竟是大家都不想对方好过的状况之下选出来这个人。
而高市早苗他在这个模式之下，那明年的时运他会不会成为一个最短命的首相之一呢？目前为止来看啊，他的状况不会那么短啊。因为我们当时在监义委的时候啊，老师有说过，这个人啊，他就是来去救场的，他完成了收尾动作之后，他差不多就结束了。所以说监义委在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好像有3-4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辞首相了嘛。那后来石破茂上来，老师就说他是最大公因数，就是我也不想让你上，你也不想让我上，那我们找一个最没有威胁性的人上。当时老师应该有说过，他是一个没有无能力之辈啊，你什么事都干不起来的人。那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得到时间验证，那其实实际上他也干不了什么事情啊，加上这次的一个美日贸易战啊，他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高市早苗的话，这个人就是我为了干你而干你，就是说我为了斗争你而斗争你，所以说他所宣布的这些所有一些很激进的事情，他都会想办法去干。为什么呢？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个格局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像他这样的人呐，他在去做这个施政的时候啊，他很容易上当啊。什么叫上当呢？就是说呢，这个事情明明就不应该这么积极的去做，但是你不做又好像哪里怪怪的。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一个替死鬼，就是说，比如说参拜靖国神社吧。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呢，就为中国所不能够接受的中国不能接受你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中日战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纠葛。所以你身为首相，你去拜靖国神社通常这个中日之间呢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高市早苗他就参加靖国神社，而且第二个天下大不悔的是什么呢？他要把日本的自卫队变成了国防军。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变成是说你要跟全世界回忆起说日本当时在2战之间所做的一个侵略行动。当然，日本一定是想要成为一个有国防军的正常国家，他要摆脱一个战败国的一个耻辱。那过去是美国压着他，你不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安倍晋三他到死到后面被人家啪呲捅一刀之前他都没有达成所愿。但是呢，高市早苗是他的战友，是他一个合作的一个伴侣，所以说呢，他就可以是说我就来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一旦做了，他如果一成了，那很多的压力就会来了。很多压力来的时候呢，怎么办呢？你就辞职以谢罪嘛，这么简单，对不对？当你需要背锅的时候，你就去背就对了，因为你是首相，你不背你谁背呢？是不是？他说很多事情不能做的，他去冒了天下之大不悔天下不是只有日本，天下他遇到的事情是全世界被日本侵略过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这个是合不合乎呢？对不对？比如说你东南亚被日本打了，也是乱七八糟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高市早苗他要去恢复的他的一个所谓的国防军，还有就是说你要跟那个中国之间变成一个有这个危害关系的人。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其实这个他去做等于说大家去吃定他你没有什么脑筋，你也没有什么远见你也没有什么负担，因为他后面他大概没办法去维持他的贵族身份了因为日本的整个政治生圈呢，但基本上是过去的领主跟大名去做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高市早苗在自民党里面，他又属于没有派阀的人，所以是说他的整个基本上他是没有什么人真的去认真的去挺他，他就靠他那一股脾气去做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面对到的事情是什么？日本当前的通货膨胀、日元贬值，还有你公共债务的一些大挑战，还有我们上次讲到的日本要去释放它的 ETF， 所以很多事情就变得是说。高市早苗他想主张的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比如说减税扩大支出但是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要考量到的是你真的有没有这个钱去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从他这个格局来看其实基本上他是为了做而做，有什么不可的我就做，对，你说我不行我就行给你看，你说我不可以我就要可以给你看，反正我就是跟你拼了，对不对？把你塞我就跟你拼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明年的运好不好？因为他是10月15日要选举。如果他选上了因为今年来讲的话，他其实是比较强大的今年他的官运是很强的。那到明年为止呢就不一样了明年我们是他的一个到丙午年赤马年，对，在那赤马年状况之下，他本身的官格位就消失了官格位就消失了，成为他的忌神运。我们在八字里面有所谓的喜神跟忌神那明年就他的忌神运了，对不对？忌神运状况之下，就看过他的一个大运大运他走到酉，又是一个忌神，最后他这样的格局人走到双忌神的时候明年他是衰到爆为止，衰到爆为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衰衰到不知道该怎么去讲。所以说他会一直不断的去给大家去让他去背锅，让他一些不能做的事情就叫他去做，不能讲的事情都让他去讲，把他能够做的能够讲都做完之后，他一定会被抛弃。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派阀。我们刚才讲过了高市早苗他没有派阀，没有明显的派阀。你说他自民党的就算不算派阀？自民党是自民党派阀是派阀，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整个状况之下基本上他未来其实明年会非常非常难过，会被大家众叛亲离之后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状况之下，他可能就会丢了他的官位。这个要看看他明年端午节前的表现。他越积极，那下面的越开心，因为后面要去取代他的人，就明明知道很多事情，你不那上去的那个人该做，但是他不能做，因为这上面有美国的影响，那下面又有什么呢？又有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些问题，旁边又有中国的压力存在。难道你是为了去说抵抗中国，然后呢，你跟中国开始拒绝贸易往来吗？你能吗？你不能，对不对？拒绝贸易往来，你首先遇到的就是你粮食上的问题。对不对？粮食上的问题你就会完蛋，所以说基本上你也不能说我对中国进行制裁，我把光刻机镜头什么这些高科技材料我都不卖给中国，这样行不行？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日本切死的比你更快，因为这些东西你除了卖给中国是很大的销路之外，其他的很难取代中国市场。就像川普一样，他觉得制裁中国那是只是举手之劳，谁知道他现在快要完蛋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背锅的状况他会一直不断的去背这个没有办法去拒绝他未来会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状况之下结束他的政治生命这个我们是可以基本确定的，好吧？所以高市早苗基本上我们只能是说他会风风火火上台，然后呢，等于是怎么不能叫凄凉，应该算蛮凄凉的，然后应该算是很糟糕的状况之下他只能够完完全全的结束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完蛋了那个首相位置如果上去我觉得对他来讲那是简直是修罗场。他如果没有选上首相我觉得他还有点福报。他只要选上首相那就完蛋了。再加上他有可能会公开的支持台湾进行了台独的状况那他已经当首相了。那你去支持台湾独立或者跟中国对抗的言论那你只会让中日之间引起更大的问题那个很多事情并没有这样，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其他首相不是笨，他是知道有些事情不要在自己手上做是最好的。比如说当时安倍晋三在那个所有的 COVID-19 最严重的时候，他把锅甩给了菅义伟，对不对？菅义伟结束之后呢，那后面就其他人去背锅。那他想到回去的时候来不及了，他想上去的时候就被人家去看到天照大神了嘛，是不是？所以很多状况之下，这个就只能让高市早苗去当那些坏人，然后呢，让其他人有机会重新出来当好人这个在日本的政治哲学上面是有的这个是有的各位可以去理解一下日本的历史。就像谁呢这个其实有点像德川家康中早期的时间，他其实还是蛮折服的，这个状况是有的，好吗？好，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这另外一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结束了日本问题之外，我们要另外看什么？看美国的问题。美国的问题其实各位，其实我们的有些台湾朋友你信息茧房是很严重的这个老师虽然每天很忙，但是还是要为各位准备这些直播的时候我必须关心一下全世界发生的事情，而且我必须要注意的媒体还有你这个所有的一些流动的状况。所以老师有时候电脑开很多的视窗，因为都是用访客模式，就是你没办法追踪我的 cookie， 你不能够知道我喜欢什么的方法，我去看世界各地的新闻这个要去看这个媒体直接怎么去攻击我的，对不对？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也用了 VPN 很多的事情来获取一些原来我自己的账号，我自己的一个那个定位上面我原来看不到的事情，所以看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是蛮多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知道了，美国政府已经在这个10月1号今天10月5号嘛，10月1号开始美国政府已经遇到了财政停摆他有的说是不是破产？那个不是破产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就是发不出薪水来的状态发不出薪水跟破产有没有关系？不大一样啦你要说一样也可以，但是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破产是难以挽回了，但是那个是财政停摆，就是我没钱发薪水了。所以是说呢，当政府雇员你都没有办法去得到领到薪水之后，你只能放无薪假不是说以后有薪水的时候你回来然后把之前薪水补给你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你这个专放无薪假。那这些人会不会去做其他的工作呢？也没有办法，因为有些人就没办法了。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政府雇员里面有一些叫做军人。各位你要知道，那个美国大兵他领不到薪水这件事情，简直是匪夷所思。你们感觉到这件事情呢？这个影响是很大很大的。那多少人没有领到薪水呢？130万的现役军人，里面包含的是陆军、海军、空军、海基陆战队、海岸警卫队跟太空部队，无法按时领取薪水这个是说他没有办法领到这个月的薪水。至于说以后会不会补发给他，我觉得这一般的政府雇员可能没有，但是士兵你让他拿不到，我觉得是有一个问题存在。而美国的士兵他其实收入是不高的。
美国的士兵的收入是不高的，它主要是它的军人福利政策好，就是说你退伍之后你可以去考大学，还给你申请奖学金啊等等之类，会比你有比较好的优渥条件。那如果有些人能够上战场的啊，回来更条件会更好。那当然他没有养你一辈子的啦，就是他们薪水很低。那薪水很低造就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军人啊，他不是单身汉，他也不是少女，他就是有家庭的，对不对？雇员嘛，有些是正在军队上班的，一定很多的后勤部队。那他如果是说家里就是已经有成家立业的，那么很简单，他的家庭现在就产生了什么？我入不敷出了，我收入中断了，我没有办法去衔接到我现在所需要的开支，我账单我没办法去支付。所以说呢，现在有些军眷啊。就开始仰赖食品救济，或者是赊账，或者是申请贷款，或是去领失业救济金啊。你的房租跟房贷你可能都来不及支付出去，那这个事情是会有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其实我们各位去想，我们近代是什么状况？这种会有呢？答案很简单，国民党部队。国共内战为什么会输？国共内战输的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高层他妈赚饱饱，对不对？那赚的饱饱的，这些军阀赚的是昏天暗地的。但是呢，下面的士兵呢，克扣军饷的，是不是？当年蒋中正的解甲归田，对不对？假设他发去10个银元，放到士兵的时候，你可能只剩1个银元，9个都被贪走了。每一集都要收1个，对不对？所以说上面人吃饱饱的，下面人领不到薪水，那么那些人去哪里呢？他就只会打仗，他就会只会杀人放火，对不对？打了10几年的仗了。就会杀人放火，怎么办呢？就投到共产党去啊！所以说，为什么共产党后来打仗打得那么厉害？那不是毛泽东很会指挥，好不好？毛泽东他哪会指挥作战啊？他是一个这个哲学家，一个精神领袖啊。他说他再怎么厉害啊，其实他也不懂了整个兵法，是不是？所以说他们很多这个国民党的将领啊，很多一些士兵啊，很多这些骨干。都跑到共产党去了，说后来国共内战一打了，他妈蒋中正他妈兵败如山倒，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兵都跑那边去了，打他的人是他自己的人，你知道吧？打他的就是他自己以前的干部，怎么办呢？哎，那没办法的事情，对不对？那所以说你士兵你只要出现这样问题之后，他就容易出现了士气很低落的问题，那就不能打仗了。那么国民党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状况呢，撤守台湾之后呢，我们就成立了农工处啊，还有农民服务处，对不对？就知道了，你不能让老兵反，因为这些人来到台湾，他还是有战斗力的，对不对？所以他就不能让他反，不然他被一些共产党策反，不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有农工处、农民处，所以这些老先生啦，那就老有所养啊，就平平安安过完他这一辈子啊，那这个是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美国现在遇到这个130万的士兵没办法按时领到了这些所谓的薪资的状况之下，那你对体制上面大家开始怀疑，那你下次要我去卖命的时候，你说为了国家而服务，那我怎么去做呢？我没办法去做啊，因为我没有领到薪水，我怎么去打呢？两小没有都士兵会哗变的，在过去古代士兵会哗变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也包含了是说你该有来的人，你要上班，但是你还是领不到薪水，因为士兵你不可能放无薪假，对不对？你说雇员可以放无薪假，但是士兵你不能放无薪假啊！你每天该操练还是操练啊？你吃饭是有，你自己吃饱饱，但是你家里小孩没得饭吃，那是不是问题？你在部队3餐那是有伙房兵给你的东西吃，没有错，但你拿不到薪水，然后你儿子那边饿肚子，怎么办？那不是很夸张的事情吗？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是说，白宫自认为是说这是民主党害的，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民主党背什么锅，但是呢，这的确是他们现在有这些争议在。那当然，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他没有通过财年法案的预算或者临时拨款法案，导致这个执行中断。所以他会不会维持很久？一般来讲，大概1-2个月，大概也就差不多结束了。但是有些创伤你是一开始之后你就不能够很容易去修复它。你不能够很短期之内恢复大家，尤其是士兵对你的向心力，因为我为你打仗，但是你饿到我儿子，你饿到我老婆，你饿到我父母，那怎么办？那不是开玩笑了，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为你卖命呢？这个，我们以前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在战场上很多老兵，对不对？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战场，二战或者现在乌俄之战都一样，很多老兵为什么可以存活率高？而且对方如果也是老兵，那这个战线会僵持很久。为什么呢？因为早上起来喝杯咖啡不急着打仗就喝杯咖啡吃个早餐，然后呢看看时间差不多10点半了，是不是？然后对空打开几枪，然后对方听到了之后也给你打开几枪，代表什么？我们在交战。你不要打太多，在交战嘛，所以你不能一直发射嘛，对不对？然后呢看到快中午了，对不对？然后再放个打，然后就开始吃午餐，然后休息一下，然后下午再打开几枪。那这个代表什么呢？两边在僵持嘛，就作战嘛，没办法推进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惨烈的战场，是不是？
大家都维持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他妈是来上班的，谁要给你卖命呢？对不对？这个就变成这个样的原因。然后就有新兵会觉得是说，我们随时都拿紧那个枪杆子，然后看到人开始他瞄准你去射。那这种状况打破这个状况就很简单，对面有人被你干掉了，那这只能打了，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啊，你要去知道整个士兵啊，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啊，他是有思考的人，他不是什么机器人跟机器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未来你要怎么样去应对你各个地方的战争，能不能够让它有战力，这就是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了啊！这真的是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说现在美国的海军跟陆军啊，在网上发布指南，去建议士兵申请失业救济，还有联系银行贷款去预支工资啊，还有什么红十字会的救济通道，这个就很奇怪了。我给你当兵，我给你上班，我是为国家服务，我他妈公务员。结果你告诉我，长官告诉我，不是说你放心去为国效命，然后呢，我来负责你的你的家眷，是不是？安家没有问题，没有叫你去申请的失业救济啊，这样银行贷款，贷款谁还？国家帮你还吗？没有，你自己未来得还，对不对？等于说呢，怎么样？我付费当兵，我付费卖命，我付费去牺牲我自己的生命，这可以吗？那当然是不行啊、所以说未来美国你的征兵的问题啊，其实也会造成影响。如果没有办法进到征兵啊，那你的军队老龄化就会出现。军队老龄化出现了，就遇到我刚才讲的状况，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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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你的战场就没有办法推进。你只要高科技去打，高科技人才这么好吗？就算你高科技人才，他也要领薪水啊，对不对？你今天来一个哈佛毕业生，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进到军队里面来去做高科技武器研发、操作或者干嘛的，结果呢，不给你钱，饿到你妈，饿到你爸，饿到你儿子，对不对？让你的妻儿老小流落街头，缴不起房租来，被赶出去，缴不起贷款来，房子被查封，然后呢，你就说我在为国家服务，你们都应该流落街头，这个东西就没办法了嘛，好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事情我相信不会维持很久了，大概就1-2个月的状况，只是民心士气的问题，还是很大的事情。而这个美国财政停摆啊，还有关系到的不只是军队啊，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啊，各位其实你要去理解一件事情啊，美国我们看到很多数据报告，这些都是官方发布的，比如是说你的就业率啊、非农就业指数啊等等之类的。还有就是说你一些通胀的报告，很多东西啊，它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是由国家去处理的，很多东西是用基金会的模式，或是用一些政府的外包的一个模式去做。当你没有办法支付这些费用的时候啊，你的这些就业数据或者通胀的一些数据啊，你就拿不到。所以说我没有这些通胀数据，或者是这些就业数据，或者说我没办法统计出非农就业指数的时候，那么美联储它去做决策的时候，它就没有材料可以做决策。美联储它是负责财政的管控，没有错，但是它不可能什么事情它都掌握得到，它必须有其他人给它的一些数据报告啊，数字会说话。我们看数据报告所得出来的结果，我们做一些参考来做一些决策。那么美联储现在就没有这些报告了，你1个月没有，那它就少1个月的运筹帷幄的时间，2个月没有，它就等于瞎子摸象。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下一个季度要怎么用，或者我下一个季度，或是明年的审计我要怎么去做，就没有办法了。就市场就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而金融市场跟监管啊，比如包含了 SEC 这些机构啊，有90%的员工休假 ，IPO 也暂停，然后呢，监管的单位也缩水，那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说，你金融的混乱就产生了出现。那其他的比较简单了，比如说国家公园啊、博物馆关闭啊，那个是没事，好不好？你一些护照啊、签证延后发放，那也没事。我觉得那个事情是影响的是比较小的。但是呢，你的部分医疗研究跟公共卫生的项目会中断，比如清垃圾的，就这么简单。清垃圾跟清洁的雇员，他们就拿不到薪水，拿不到薪水谁给你干活呢？对不对？他就算去干活也没用。我今天这个阿姨，我真的是很热爱我的国家，我免薪水我都要去清垃圾，但是你清也没有用，因为没有垃圾车收。懂我意思吗？你其中有一个小队人愿意为国家服务也没有用，是整个系统停摆。所以国家财政完了之后呢，你系统停摆的状况之下，你不是1个人、2个人可以做的事情，而是你整个生产链都会产生了一些完蛋的状态。这个东西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有，中国元末，就是什么开局1个碗，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朱元璋遇到那个时候。在元末的时候啊，元朝末年的时候啊，他为什么会败亡那么快？就是因为官员是拿不到薪水的，那你的这些兵卒啊也没有办法拿到薪水。所以说变成是说我供你吃供你喝，但是你粮饷以后发，打赢胜仗的时候我再跟朝廷请旨再给你发。那官员你没有薪水怎么办呢？那你就只能盘剥百姓嘛，对不对？你要盘剥百姓，不然怎么办呢？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已经有遭灾了，然后呢，你这个旱灾啊、水灾，还有就是说你所有东西就开始起一些叛乱啊，小明明教叛乱，小明王跟大明王他们相继叛乱，对不对？还有那个沿海也叛乱。
那你这些蒙古人他要带领士兵要去平乱的时候，那他本身没有粮饷，朝廷也拿不出钱来，怎么办呢？就是那些士兵啊，到了每一个省府州县的时候，都跟当地的官员要他补给这些粮草。那官员本身也没有薪水，那么他只能跟百姓要。那跟百姓要之后呢，你又要去养这个军队，养军队那个不是3000、5000啊，那军队一来都是5万、10万的，是不是？5万、10万的军队，开玩笑，你吃饭的东西那个可不是一个州县官可以负担得起的。州县官那个时候了不起，一年大概150两的俸禄，你怎么养得起人家？那你这盘剥百姓，那百姓都已经没那么多钱了，那么你要到省去做吗？那省的状况去做，他就说他到你这个州县去，该是你州县负责，对不对？都导致了这个士兵也吃不饱，10万大军出去啊！当时的那个元朝那个什么朱元璋他们为什么可以打赢元朝呢？就他可以确定，对不对？托铁木儿带10万人出来，半途就跑了4万人，再半途呢就再少2万人，到最后到现场了，剩下不到2、3万人。这打法就是这样，所以他就你拖死你拖铁木儿，那就把你拖完了，对不对？说只有在外面的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大员啊，那你才有办法去抵抗，不然一般来讲，朝廷的兵力是没有办法打的。那这个状况就像美国现在的状态，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让整个政府机器运转的时候，我连军队都养不起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干得到了？说这已经到了末期哦，各位你要去看，美国这20-30年一定会陷入到一个地方性强国的尺寸，它不复我们在过去30年所看到的美元独强的一个时代，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再出现的。不要抱持的幻想，那是不可能的。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梦，这是我跟你讲很确定的事情。没有美国梦了，也没有欧洲的那个名流生活，都没有。未来整体的状况之下，你必须靠着亚洲而活。因为为什么？亚洲的政治的稳定度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个超级大国，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真的是超级的，没什么好讲的。第二个还有印度的超级大国。中国跟印度这2个超级大国都在亚洲，都是掌管了10几亿的人口，所以说这2个国家他们都有各自优势的工业体系啊，他们有自己优势的地方，在这个优势状况之下，那就能进行生产啊，有能够进行生产的话，那么你整个的经济才能够运作。所以说东升西落的状况，其实东有没有升是其次，西会落的原因就是在于是说你整个制度是交由商人去把玩的。你交由商人就是资本家去把玩状况之下，你肯定是完蛋的。所以美国这次政府停摆啊，它表面上跟过去没什么两样，我就暂时发不起钱嘛。但是实际上啊，它不只是这一些啊，因为在这个战乱时刻，你没有办法给钱的状况之下，那么我们要想到第二件事情，他给乌克兰的一些承诺能不能给？对，乌克兰你要给他的，比如说 F-16的飞行员训练啊，或是你给他武器弹药啊、防空系统啊，你怎么给他？你这给他的话，你军火商去给他没有问题，但是钱谁付？钱是要美国政府先付啊。但是美国政府已经暂时没有办法发出这么多钱了，那么你要怎么去付？所以说，那既然没办法付给军火商，军火商就不会发货。那么军火商不发货，那乌克兰拿不到，那请问一下，那俄罗斯不是在那边原地就开始笑了吗？对不对？我不用打你自己就完蛋了，我不用打你就完蛋，为什么？老大没钱，老大就算有钱哦，那他会不会继续的把这个钱来去交给乌克兰去先花掉呢？都有问题了，对不对？我刚刚才什么信用卡才逾期，然后我现在有一笔钱收回来了，你觉得我要继续还我信用卡逾期，还是我去借给你呢？是不是这个有问题的嘛？这个是会有问题的状况产生，所以说不只是说你军援交付，还有包含了资金交付也会有问题。那么你乌克兰你怎么打？对，已经快打到基，我说真的啦，他再打一打就跑到基辅去了，那这个状况真的是蛮糟糕的。说只要拖他就完蛋了。但是以色列有没有问题呢？因为同样战场去支援嘛，那以色列啊，它的状况啊，其实是会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毕竟以色列它不是单靠美国，它自己的外汇存底啊，还有他们的一些海外的侨民的支持啊，其实是比较特殊的。那么当然，美国当然是遵循它的一个美国优先的一个制度，但是呢，这个它会牺牲的是乌克兰，但是它比较不会牺牲以色列，毕竟啊，它现在大部分的一个资金的掌握度啊，还在那个犹太人手上。你现在在犹太人手上啊，那基本上你就只能在破产的时候，你还是得去借，还是得去资助你老爸，那你那问题就不大了。所以各位去理解现在美国破产的问题啊，不能说破产，美国财务的问题啊，它不是跟过去一样，奥巴马也去停摆过，拜登也停摆过，那特朗普之前也停摆过，这次停摆好像没什么问题。时代不一样，过去停摆的时候美国独强，现在停摆的时候是美国最弱的时候，那你整个你的运营啊，你是不可以去同日而语的，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不好意思啊，好，不好意思。
呃，没什么问题嘛。驻日谈美金瑟发抖，没有钱嘛，那没有钱也没办法，好吗？这是没办法。好，感谢书建，感谢书建赞助，谢谢。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好，大家按个赞嘛，好不好？啊，美农产大陆不要，台湾说台湾怎么收了？台湾才多少人？那没办法的事情了，怎么收？但我们刚好要讲这个话题，好吗？美政府阶级裁员是没有的状况，因为美国现在要把过去裁的全部请回来，因为发现美国政府没办法运作，等于是说特朗普他的政府啊，川普政府啊，也没有这些情报人员的时候，他们简直是瞎子摸象。委内瑞拉为什么这一次可以反抗川普？那就是因为他找到一个时间点，那刚刚好他有一个情报的一个中断期，说他们可以收回自己的那个国家管理权限。不然委内瑞拉里面有是很多都是亲美人士，说过去委内瑞拉它很难发展，但是就是因为就前半年的这个时间，那委内瑞拉里面的 CIA 或者其他的一些情治人员没有被裁掉了，所以现任总统才有办法去掌握他们自己国内的情治单位，他也可以去端掉别人之前亲美的系统。为什么可以？当然，第一个后面有人支持，那谁支持我就不知道了啊，谁支持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后面有人支持，加上呢，他现在自己可以掌握到整个局面了，所以说他现在敢跟美国去叫板。但是呢，还是一句话，在武器有落后那么多版本的状况之下，他能不能抵抗美国，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据传啊，那个委内瑞拉它是有得到中国的红旗之类的一些预警机啊，或者是预警机，或是那些反导弹、反导系统。那这个东西就看他能不能真的去打，因为美国只要一打，打赢就算了。美国如果这一次去攻击委内瑞拉，而他第一轮没有攻下，那么就糟糕了。美国打委内瑞拉就跟周天子要去荡平诸侯也是一样，你出则必胜，对你出则必胜，你只要出兵你就必须胜利，没有什么恶化，你出兵就必须胜利，因为你是美国，因为你是周天子，对不对？如果第一发没打下来，那就糟糕了。首战定乾坤，是不是？你就完蛋了。你首战击败，后面你再赢，别人就知道你是软的，因为你不可能赢，你连委内瑞拉一次都不能打赢，后面怎么办呢？那美国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当然，就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他没钱了，军队发不出响粮草，那我为什么要为你卖命？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它里面有红旗中国的系统在里面，那你第一次真的能够第一次打赢吗？那这就不一定了，好不好？那就不一定了，那很多事情就变得很有变数了。好，我们快点讲哈。那我们刚讲到美国，它的财政停摆之后，我们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大豆问题啊。大豆问题啊，很多人最近开始传言是说，美国似乎跟中国产生了一个协议，就是说短时间之内他们会买了120艘船的大豆来去解川普的燃眉之急。那这个目前我看过这个新闻，也看过这些的 Twitter 有这样子的一个小道消息出来，但是实际上我从公开的一些信息跟报道啊是没有看到是说任何的官媒，尤其是中国的官媒。有对美国要去重新购买它大豆来解决美国农业就业的问题，就连美国牛到现在啊，跟去年同比来讲啊，美国牛进入到中国市场啊，已经衰退到了这样1折，也就是大概10%的去年10%的量，就牛肉啊，它也不跟美国买了。说实在的，美国牛肉跟澳洲牛肉跟那些所谓的阿根廷牛肉比起来啊，美国牛肉真的是比较好吃，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美国牛肉，这是事实啦，真的是可能吃习惯了嘛，也说不定。澳洲牛肉我觉得它有点草味啊，有点草味，那可能叫比较健康，吃牧草的。阿根廷的话好像是牛腱比较多哦。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他等于说他没有办法去跟美国去购买这120艘船，然后去解决美国农业的问题。那么美国农业当然就会产生了什么？它小家的破产，主要如我们所预料的，小家的开始大批量的破产，但是大家的没有。然后大的资本上是没有的，而他也不会这么急的去收购这些小间的。那破产清算，然后拍卖的时候再去买，那可以得到3折的钱买到你的农场。那为什么我现在只有对半的价格可以买到呢？我等你3折的时候再买就好了，对不对？资本是无情的嘛，资本就是在最有利的价格去做最有利的购买啊，这个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你现在2025年，中国对美国的大豆采购量几乎是归零啊，就等于说连1船都没有，那主要转到巴西去了。那巴西现在占中国的大豆进口量是多少呢？高达74.6%，等于是说呢，巴西占了中国74.6%。你觉得巴西它现在日子好不好过？我操，那太好过了，对不对？这么大量的钱涌入到巴西，就是我拿真金白银给你买的，这哇，这个钱赚的之爽啊！就是巴西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太高科技的东西，它就是农业大国啊。农业大国我就卖给你这么多大豆，那这个本来卖不掉了，对不对？那他们自家人也不怎么吃的，然后你就卖那么多。还有阿根廷也跟阿根廷去买，
等于是说呢，哇，那不得了，那简直是说你现在整个中南美洲啊，这些就觉得跟中国在一起啊就是好处，因为你只要跟对大哥啊，哦，他吃肉你喝汤，对不对？那简直是太好过了，是他吹冷气，那你还有一点余温可以弄，多好，对不对？所以说啊，现在看到是中国大豆进口量啊，2025年1到8月份啊，哦，我只能到8月，9月还没有出来啊，1到8月份啊，中国总大豆进口量是7330万吨哦，它也比过去增加4%，而这些的增加的幅度跟它大部分的购买的空间都是来自于巴西跟阿根廷这2个地方哦，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大的。而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现在有700万吨的大豆啊去滞销，所以说这个比较起来，其实中国其实抬手啊，他们就可以获得这个结束，这个所有的倒闭的问题都可以结案。但是中国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呢？其实中国如果现在做了，那么特朗普就活过来了。你等于是说你要等到明年，那很多事情等到明年再说。那等到明年的时候呢，那如果让他缓过气来，那很多事情又变得不好谈。所以到现在状况之下，中国如果坚持不买，那么特朗普就陷入到了一个内外交战的状况。那当然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看一件事情，中国它一直在倡导的是什么？多极化的国际社会。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有一个话事人，我今天最好双话事人、3话事人、4话事人、5话事人。我们不能只有一个话事人，你只有一个话事人状况之下呢，就变成是说你说了算，或者你说了就不算，一票否决权，说了算或说了不算。但对整个国际大事里面来讲啊，是非常不利的。最好就是大家就群雄并起，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很强大的状况之下，我们才能够找出最好的利益。不然你就一强独大的状况之下，只有获取一家的利益，那当然是会有一些问题的。而在美国这个状况之下，它700万吨的大豆滞销啊，它价格也下跌了大概6折，就是下跌40%。但是你跌价之后呢，能不能去卖出去拿来换取它的收入呢？也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大豆虽然有它的一个价格比过去只有6折，那好像是跟阿根廷可以去比了，可以跟巴西去比了，但是它的生产成本上涨30%。为什么上涨30%？关税啊，亲爱的，又是关税害的啊。所以说它现在卖不出去是因为关税，然后呢，这个成本变高也是因为关税。关税对他们来讲是受伤最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最弱势的。任何朝代士农工商，基本上这个农家永远是吃亏最大的。种田你是再怎么种也种不了富有的状况，就叫大资本家才可以。大资本家只负责买机具做设备，他也不去耕田啊，对不对？都是农夫去耕，找佃农去耕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了。所以特朗普他只能公开呼吁中国去什么样，去增加购买，然后呢，他自己拿这些关税拿的钱拿去补贴。但是呢，没办法，因为补贴他说明年可以发补贴，为什么今年不发补贴呢？因为今年财政停摆，你怎么发补贴？当时特朗普如果他在美国有钱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发支票1个月就可以发下去？因为美国有钱呐、他说有钱呐、COVID-19 的时候发支票啊，对不对？发好几个月的支票，为什么？美国有钱呐、但是呢，现在为什么发不出去呢？你现在给农民补助的钱不会比你 COVID-19 发出去还要多了，不可能。那为什么不发？为什么等到明年？明年财政上来，我才能这个钱进来了，我才能给你嘛？对，我现在没有钱呢、是不是？那没有钱我怎么干呢？干不了啊，那只能是说拖明年。但是农民今年就倒了，不是特朗普不给他们，而是他收进来的钱跟他填的坑比起来太少了，杯水车薪，所以就是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说中国还用这个东西去反制到美国啊，那也是有合情合理的，因为的确是跟别人买是比较便宜。第二个就当然就是说呢，中国内部啊有开始进行这个粮食自主化，有一些杂音出来，就是说我们不能只靠美国，我们不能只靠单一的市场，所以他开始分散购买，说这个美国他自己的大豆的东西啊，还是被很多国家进行分散的，那也包含了什么？比如说澳洲。像澳洲啊，它本身的这个铁矿是被中国现在因为很多的原因是把它卡关了，但是澳洲其他的农产品啊，包括牛肉啊，中国是继续收的，对不对？有时候就变成是说你很多的筹码，你把它散出去之后啊，你就不需要看任何一个人他的鼻息，或者看任何人他对你的一个态度，就变成他自己可以决定，谁要跟我好，我就跟你好，那你不跟我好，那大家都别想好的状态，因为他有购买力嘛。人这么多就是要吃，那就自己得过来，对不对？像印度更厉害，对，印度就是我家里人吃不够，我就送到你国家里面去吃你的，
对不对？比如说印度就变成英纳达，不是加拿大，是英纳达。为什么？印度人去的多了嘛，对，百万人，他们现在举办的都是变成印度的庙会了，是不是？那澳洲也是一样的，变澳大达，对不对？印度、澳洲都开始变成很多的印度人涌过去。我自己人民吃不饱，没问题，我去你家国家吃不就好了吗？哦，在日本想要引进5万个印度人，就受到很大的反抗啊、哦。这个上次我跟各位去讲，印度人想要进日本不容易的，你拿什么去跟日本谈，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的帮助啊。因为日本人他就是排外啊，除了大和民族之外都不行。所以说，现在这个状况啊，美国的农业啊，其实也不行啊，内外交织之下，农业不行，工业受到影响，因为工业你一直想要发展，但是发展不起来，因为你成本太高了。那么现在连军事也受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美国的崩溃已经在眼前哦，它的各种状况出现的这些不均衡的地方，我们从历朝历代所看到的事情都可以明白，这是一个王朝的没落的先兆。这个是公正的去讲这件事情啊。如果你看过《资治通鉴》啊，或者你看过其他的一些那个凯策的这个战国策，都可以去明白这件事情。一个国家之陨落，就在于它内部施政跟它的政府机器的失调。那么一个地方出问题了，它连带所有地方都产生了噼里响。不要小看政府的机器，在一个地方出问题，一个地方出问题，你不去救，你整片就烂一片了。像那个戏剧里面啊，那个康熙王朝，没有康熙王朝吗？叫什么东西忘记了？那个陈道明演的那个康熙吧，那康熙王朝，陈道明演的那个，陈演的康熙王朝里面就有一段台词说呢，这边正大光明殿，我们这边烂一块啊、哦，大清朝乱一片，对不对？那个是台词啦，那不是他不应该不是史实，但是的确是这样，政府烂一块，政策烂一块，下面就烂一片。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美国现在遇到问题，就包含了上次我老师个人认为他是顶上战争，把所有的军官全部绕到美国去，那他们就说他是去给他训话。现在台面上看起来似乎真的是训话，但是我还是抱持了怀疑的态度，因为你只是因为训话而召集这些将领进过去啊，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我不相信了。但是目前来看的结果的确是这样，那可能是我错，但是我觉得在世界局势上面啊，我觉得你要把将领都招回来，并不是件小事啊。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当然也因为这个样子，很多老将就觉得不堪受辱，我就直接的怎么样辞职了，反正他也老了，对不对？但是这些都是重要的部队的首领，没有他其实差很多啊，其实差很多的。所以美国现在军事也会指挥术也会出问题，但是不影响他现在还是最强的国家。最强的国家，最强的设备，但是你不一定可以打赢别人。就像我们过去所谈到一件事情，明朝是什么？明朝简直是说，它是唐朝以汉唐之后啊最强的汉人战力的。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就是说明朝的军队啊，他都拿不完他的，拿不到他的薪水。他如果让明朝的士兵啊，跟朱元璋那个时候一样，都吃饱饱的，大家可以拿到薪水啊，那么明军是天下无敌的。那明军就是因为他的明军不满饷，所以说呢，就被这个什么那个大顺朝的人打了七荤八素啊！你不要说满人了，满人是没有打赢过明军的啊，那是因为那个大周朝的那个造反了，所以是说他才能够让明朝灭亡啊，大顺朝人才会灭亡，不然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么快的。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各位去理解啊，军队领不到薪水这件事情啊，那不是开玩笑的，那对整体会有很大的影响，好吗？好，看有什么问题啊？美国不是连拖鞋军都难以完全搞定啊，军工实力逆水行舟，不就这是这样子没有错啊，的确是这样。军工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东西，那所以说呢，过去啊，我们台湾啊，中华民国了，我们就说台湾，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啊，在过去都一直进行了什么？进行了军备国造啊，军备国造，比如说包含了我们的65K2，还有我们的现在的 T91，T91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过去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雄风飞弹啊，虽然现在只能打渔民，但是过去它是很强的。还有我们的 IDF， 过去是比中国的歼6还有点看头，可以对比一下的。那现在不行的，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买了一些我们用不到的东西，那加上我们研发也断层了，所以我们当然现在军力啊跟对岸是没有办法去比的。你真要打，你也没得打，完蛋了，好吗？那也都是完蛋了。日本很多东南亚人，那东南亚人那是旅行跟你的上班那是两回事啊，真的是两回事的。上班那是比较难的事情。馆长未来果城美腿大哥老师会上他节目，他看不上我了，他怎么看上我呢？他是馆长对不对？他看不上我的了，好不好？他看不上我的了，他怎么会看上我呢？怎么可能他看不上我的，好吗？下班费也不用抽了。
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件事实和事情啊，老师在这个行业里面呢、我过去也火过。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接触到的有钱人非常多，非常之多。那种富甲天下的哦，很有钱的低调的富豪，不胜枚举，不胜枚举，真的。他们也很多的这些贵客啊，愿意给辅助我啊，去是说进到政治圈，或者是给我是什么也盖建桥窟、盖学校，就帮我修建庙。这个东西我是没有接受的啊，没有接受。不是说我这个人清高，而是说呢，我跟我师父发愿过啊，我学到的东西啊是来服务老百姓的。我比较希望我的能力啊是给平均的分给了所有老百姓。你是亿万富豪也好，你是升斗百姓也罢，我都是一门心思的来服务各位。所以说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说维持现在的脚步，我尽可能的服务老百姓啊，因为这个积分很重要。为了我未来可以去下一个世界去进行，所以说我比较希望这个服务老百姓啊，这个所以说你说是不是下半辈子无忧无愁？其实我到这个地步了，我只要省吃俭用啊，我下半辈子已经是无忧无愁，因为我有技术在身嘛，对不对？我有技术在身，我命算不好，我可以去帮别人去修理身体啊，对不对？我有整骨师的资格啊，我也会针灸啊，对不对？那我现在也在考中医师啊，是不是？其实我都还有谋生的空间。就是说你担心我这个会不会穷困潦倒，不至于啦，但是呢就不会有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把所有钱拿来再去提升我自己，来服务各位，好吗？同议会的两种形式呢，基本上大概就是直接给你包围，然后台湾投降。这个我目前认为是这样啊，最多只有小规模的战争，那基本上很快就投降了。台湾十之八九，我按圈配图来看了，它是一个投降的状况。这个我个人的看法，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啊，我只能是我一个算命的讲法去讲这件事情。说最后一个地方我们就想到跟中国有关系了。说中国啊，它现在进行了一个可控核聚变它的就是所谓的人造太阳，首戳一个太阳，它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还有中国环流3号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在2025年1月的时候啊，它已经成功的实现了1亿摄氏高温下持续燃烧1066.76秒，大概差不多17.8分钟。这意思是什么呢？它可以戳出了一个比太阳更高温的持续燃烧的能量出现。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事情啊！你手戳太阳出来啊，你都不用念咒，你就可以使出这个核爆攻击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啊，核爆它是一个击碎它之后产生重大能量，但是呢，这个核聚变是把两个东西压在一起，然后产生重大的能量，这个是差很多的一个事情啊。因为什么？因为它能量，我记得是氦跟那个刀这两个东西是一个很容易在海水中取得的就刀很容易在海水取得，那你那个氦是可以合成的。所以说它已经达到了可以维持将近18分钟1亿摄氏度的燃烧，那个太阳不过几千万摄氏度啊，那它得到的是1亿摄氏度，这变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呢，这个数字虽然是很惊人，但是它有没有办法成功呢？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太阳锁在一个地方，然后它的耗材不会坏，对不对？1亿度的高温，什么东西可以承受度1亿度啊？一下可以，但是你能承受一直都是1亿度吗？或是你这1亿度的太阳一直在燃烧，你要怎么更换你这些耗材？那都是问题啊，因为它一直持续的在那边闪耀啊，对不对？那是有问题的一个状况啊。还有包含就是说这个可控核聚变里面它还有极端中子的辐射、高温等离子体的冲刺啊。太阳上面不是有那个爆吗？那个太阳那个岩浆喷出来，对，那等离子啊。那怎么去做呢？所以说这个现在还在研究。那目前为止它能够想的东西最终目标它大概预计在2050年左右看到示范堆层，而且可以商业发电。2050年离现在25年，等于说我还看得到吧？其实各位其他的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我觉得我还看得到。你看到中国可以锁出一个太阳，守出一个太阳，我们今天不是来吹它，而是我们要想到一件事：如果你在商用的状况之下，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么它一般来讲，它在运转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在试用。那试用就是它只在那个地方去处理。那你只要这个手戳太阳一旦出来，你等于是说你将近有无限的能源可以去做，将近无限了，你不能说所有无限将近无限能源。那么在那个之前的状况之下，商用状况之下，之前他们自己就已经可以取得部分的无限能源了，因为商转跟你自己的在实验的过程之中，你持续的去取得它的能源，那这是会有分阶段性一个世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能源机井是无限的，甚至你有望可以取得它就一半温度就可以先去运行的试运行的状态，那么你就有这么多电了。这么多电你要给谁呢？对不对？拿去给你打王者荣耀吗？不是，对不对？给你去做原神吗？也不是。做什么 ？AI。各位要想一件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当你 AI 有无限能源的时候，就等于它是新人类啊，不是卡米欧他们那些啊，就是新人类，他就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想法，还有你自己的一个运作，他都不会仰仗人类去给他充电，他就直接可以去取得他自己要的能源，因为能源将近无限。那么你要去运算，或是要去做任何的事情，你是不是就有办法去得到它？你没有办法可以去怎么样，难以去理解，是它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各位懂了吗？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核聚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很简单，就是这个我们之前在推背图里面所讲过的。哎呀，都变成移到我人了，移回来。哦，我们在推背图啊，这怎么移不动？我去移看看，也不行，又移到我。哎，为什么我移不到我这个人啊？我把它锁住了，不好意思。好，我们推背图呢在讲的第45项这个啊，戊申。好，有客西来，自东而至，木火金水，起始大鲁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谈过了啊，这在中美必有一场决战的状况之下是会有的。但是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一个颂约，叫做炎运洪亥世界同，金乌以逆白羊中，从此不敢称雄长，兵器全消运以终。那这里面重要是什么呢？之前就是金乌，金乌是什么？金乌是太阳。金乌跟玉蝉啊，那这个之前有人跟老师指正，没错，金乌是太阳，那太阳也可以做成太阳能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可控核聚变。当时老师在写这个预言的时候啊，我是没有想到中国可以首戳一个太阳出来，所以说老师当时是想的是什么？你有更好的太阳能，或者是你有外星势力的能源的供给。那么这个时候金乌就出现了，当时老师预测的是外星人给你的这些科技造成你的能量的运行啊，但是呢，现在这个金乌啊，就在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解释，它就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已经怎么样可以进行了一个可控核聚变，而且呢，你要怎么去运行它呢？把它放在海里面，海里面第一个安全哦，降温，加上海里面有刀，你再直接把基地建在海里面，那么它就可以运行了，之后就变成金乌以逆白羊中，哦，就是说我把这个太阳啊可控核聚变了，我就不建陆地上了。我就把它建海里，我就变成海底基地，那事不就结了吗？这个在海底基地里面啊，那你真的给安全性啊可以提高很多。但问题是你要怎么建在海底里面呢？那对中国来讲应该不是什么大事的，对不对？他们连600米的高架桥都可以做了，那你在一个海底里面基地也没什么问题。就像之前啊，有人说那些很多鱼啊，它必须要自己就想办法去养，他们直接养在海里面做一个大鱼笼，然后在里面进行了一个生态的管理。说很多事情啊，就变成是说。它的变化性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哦，变得非常大。在这么大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发现，这个世界的未来啊，必然会在亚洲，因为它有无限能源的可能。它只要有无限能源的可能的时候啊，你就 AI 就变成是说，它可以发展的是几何倍数的发展。那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理解的一个事情，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安徽合学安徽合肥那边哈。那个报名网址在这里哈，报名网址在这里，等下结束你可以去看好吗？小时候儿歌种太阳有科技预言，哎，种太阳这个事情我不知道，种太阳，现在别人说我们光伏板好像是，你要说手搓太阳人造太阳这个事情哦，那不是钢之炼金术师可以做到人造太阳哦，这人造太阳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是很夸张啊，我真的觉得很夸张。那中国其实。不要说它是外星生物了，我就说一件事啊，它在月球背后到底得到什么东西？我真的觉得很好奇。各位你要去了解一件事哦，中国自从它到了月球表面这个背面之后，它再回来，中国的科技工业跟 AI 的发展速度之快，快到你难以置信，包括连光科技都是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不是正在月球背面用烟头烫外星人屁股，是不是都正这样啊？我真的觉得是有这样的可能，好吗？2030年金3号点亮第一盏，等灯是已经可以展，它既然都可以发1亿度的电了，那它现在那当然是点亮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在于是说它的容器啊，它的容器有没有办法去装这个太阳？之前我们不是说它有那个戴森环吗？对不对？戴森环在宇宙中做了戴森环，然后呢就可以无限能源。
那一样的道理，它这个小太阳就放在中国，它不用什么戴森环，那全部把它罩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它能源会有多少倍？那就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真的是非常惊人的数字。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AI 未来取代人类，甚至豢养人类，那甚至替人类做好所有事情，我就变成他们的家畜。那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好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况。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直播到这个地方哈。那明天啊，就是我们中秋节了啊，中秋节啊，就是我们合家团聚的日子。那在这个中秋节之后啊，世界的局势啊，也会因为这个所有的节气，还有这个时间的变化，其实下半年这2个月啊，是世界的一个纠结期啊。你会不会展开一个这个几乎引发了1/3个地球的大战？就看这2个月人类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心态调整。这很多的时间线啊，我们这个没办法跟大家一一的去阐述啊，不然人家说我在恐吓。很多时间线啊，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能不能在这条时间线上面做出最正确的结果？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是谁身上啊，就是在于是整体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啊，能不能一起选择往对的道路去迈进。这个其实是真的一件事情，在这未来很多故事也跟各位讲了，说现在去讲那些也是太玄幻了。但是的确是人类的选择啊，已经是在产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到此时此刻，我们已经走上一个没有发生大战的状况，但是能够持续多久，其实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好吗？好，那一样哈，那希望大家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那另外，我们秋季捕鱼法会还没报名的啊，各位记得去报名。那有请老师帮你去报名的，好，65岁以上的长者啊，请老师明天再帮您去处理，因为这2天老师事情比较多一点。啊，当然就各位去加油。那最后一个要提醒各位的，现在你不要去看所有的股市一直往上涨，也不要看大家跟你讲台湾的股市会涨到27000、28000点、29000点，甚至上看3万点，也不要觉得美国股市会一直涨上去。很多状况，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是准备让你进去养套杀的时候。现在最好的方法，我就是告诉你，留存你的现金，消除你的负债，囤积你的资产，其他的买车买房。非刚需而不要动，你真的得去买房，你就买吧，因为那也没事儿。但是最好是全款买。第二个，你如果买房，请你就先简装，油漆一下，这个线路拉一拉，其他东西买家电就可以了。这样好像做装潢来跟我，反正也不是只有每天看我节目，用最低的成本，然后去住你的房子，这个也还 OK。但是基本上你现在买的跟明年的房价会有差。但是刚需嘛，你与其缴租金，不如去缴贷款，这也是一种想法。但是记得用最少的钱满足你最低的需求，这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花钱去扩张，去买房买车，去显摆什么。你现在再有钱，到哪一天天旋地转的时候，你的钱不是钱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呢？好吗？说记得真要投资。买贵金属嘛，我讲了这1年黄金涨了多少？涨了很多，有没有跌过？也有跌过，有没有涨过？又涨过。但总归来讲，总是我比我去年跟前年讲的钱涨得还要来得多。那你掌握了多少呢？黄金放10年，你一定赚，稳赚不赔，好吗？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下周我们继续来直播大宅问，大家平安。